你现在看到的不是电影，不是电视剧，而是1938年台儿庄战役的真实影像。这些稀有的战地画面全都出自荷兰导演伊文斯之手。当时他冒着炮火亲赴前线，拍下了这场闻名中外的战役，并剪辑成了纪录片《4万万人民》。此次我基于多种 AI 模型研究出了一种全彩修复技术，能对黑白影像进行精准可控、稳定的上色。尽管存在一些局部异色的瑕疵，但整体效果已超越了目前大多数的上色方案。本期我将借着这些弥足珍贵的影像，从战略战术等各个方面深度剖析这场彪兵史册的经典战役。1937年末，日军攻陷了古都南京，曾经的江南富饶之乡成了白骨漏鱼野、千里无鸡鸣的人间地狱。次年1月，日军开始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。打仗最关键的就是交通线，这样后勤补给才跟得上。而徐州位于陇海铁路和京浦铁路的十字交汇点，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交通枢纽。可以说，谁控制了徐州，谁就控制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。若日军拿下徐州，便能借着铁路网络和平坦的地势迅速向中原推进，继而顺势南下攻占武汉、重庆，彻底消灭中国抗战的有生力量。所以这一战对双方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。然自七七事变爆发后，仅仅4个月的时间，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已达到了44万人，其中有30多万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。到徐州战役，最高司令官李宗仁只能四处征调地方军阀来组织2次防御。虽号称有60万大军，但却是由桂军、西北军、川军等杂牌部队拼凑而成，大家连最基本的沟通都存在障碍，这边喊的是怎么样，那边喊的是咋个整。想当年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在淞沪一带陈兵百万，尚能保住上海，如今面对20万装备精良的日军，这些武器落后、训练不足的杂牌军又怎能守住徐州？面对险境，李宗仁临危不乱，他先是派出自家的桂系精锐镇守南面战场，加上西北军和东北军的鼎力相助，成功将日本第13师团脱困在淮河一带。李宗仁喘息之余，北面战场却被自己人戳开了几个大窟窿。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榘手握重兵，3个军家民团兵力不下20万，他还占据着黄河天险，只要稳步固守，日本仅凭1-2个师团很难突破中原腹地。可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，竟丢下黄河天险不战而逃，将济南、泰安等战略重镇拱手送给了日本人。随着山东门户洞开，日本第10师团沿着京浦铁路长驱直入，第5师团则从青岛登陆，沿着交际路向临沂推进。2路日军齐头并进，对徐州形成了合围之势。徐州地处沃野平原，无险可守，运河实际上就相当于它的护城河，台儿庄就如同它的外城墙。因此要守住徐州，必须先守住运河，要守住运河，又必须先固守台儿庄。基于这种地理形势，李宗仁以台儿庄为核心，藤县和临沂为侧翼，构成了一个坚固的 V 字形防线。1938年3月，第10师团率先派出第10联队进攻藤县。这支联队自1874年组建以来，几乎参与了日本近代的所有战争，曾获得明治天皇的亲授军旗。尽管仅有4500人，但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，共有32挺重机枪、72挺轻机枪，以及12门野战炮和12门榴弹炮，堪称日军精锐中的精锐。而负责防守藤县的是王明章率领的2万川军，虽然人数是日军的4倍之多，但他们脚蹬草鞋，身披单衣，步枪基本上是成都造的，经常卡壳打不准，稍好一点的不过是清朝末年的汉阳造。一个师仅有2挺重机枪、8门迫击炮，战斗力可想而知。其实李宗仁压根没指望这群破烂能打赢日本人，他的真实意图是以川军为恶，诱敌深入，再让汤恩伯从外围收网。这支军队装备精良，共有7万2千人，为中央嫡系的精华。3月14号，第10联队从邹县一带发起进攻，在川军的顽强阻击下，趾高气扬的日军屡屡受挫，连攻2天都未能靠近藤县。然经过细致的侦查，日军发现川军把大部分兵力都部署在了外围，城内仅留有1000多个勤务人员。瞅准这个漏洞，日军绕开川军重兵把守的外围防线，从侧面的东关对县城发起猛攻。措手不及的川军阵脚大乱，仓促间竟有3000多人撤回城内组织防守。
在这危机存亡之时，川军将士竟凭着仅有的手榴弹和大刀，击退了日军的多次猛攻。战斗中，一发子弹如神锯般连穿3人，第一个是普通日军，第二个是机枪队长，第三个就是连队长赤柴八重藏。直至3月17号，日军才凭借飞机大炮的强势火力，成功打垮城门，攻入藤县。眼看川军即将全军覆没，说好的汤恩伯又在哪里？原来日军识破藤县防御的弱点后，一面派第10联队从东关突破城防，一面则调遣第36联队从侧面的钟鼎山绕到了临城一带。汤恩伯的先头部队刚刚抵达，便遭到了迎头痛击。至此，藤县的川军彻底陷入了绝境。曾几何时，一提起军纪涣散的川军，人们无不摇头叹息，认为他们只是抗日不足、扰民有余的土匪军。很多人想不通，为什么要把这群战五渣调来守藤县重镇？李宗仁说，川军总比诸葛亮的草人好。对呀，反正都是炮灰，还挑什么高矮肥瘦？有人做勾，就要有人来作恶，不是他们傻到作恶，只是为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，为了这个危亡的民族，愿意来做这个恶。龙文章说答案不该是死，但他们能做的就是拿着手榴弹和日军同归于尽。当得知援军无法到达后，王明章率领着自己的警卫排和日军进行了最后一次拼杀，最终身中7枪，以身殉国。哪怕打到这个份上，残余的几股川军仍在拿着那些破烂继续和日军战斗。直至3月18号，日军才完全占领了藤县。经过4天的血战，中国军队以2000余人的伤亡代价，为李宗仁赢得了宝贵的布防时间。与此同时，一支更凶猛的日军即将登场，他就是从青岛方向杀来的第5师团，其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正是918事变的祸首之一。他率领的这支部队为日本的陆军甲种师团，装备了大批量的重型武器，曾在1937年接连击溃过30多个中国师，创下了钢军的赫赫威名。负责守卫临沂的庞炳勋虽号称一个军团，实际上仅有13000人。他属于那种典型的兵油子，打仗就是为了混碗饭吃，什么民族大义、家国情怀，还不如一车口粮来得实在。作为一个投机军阀，他今天投靠这个，明天又依附那个，一旦金主示威，便立马转投新主子，甚至调转枪口对准昔日的盟友，堪称抗战版的吕布。不过庞炳勋的部队有个特点，凝聚力非常好。多年来出身寒微的他，始终和底层的士卒们同甘共苦。那些被战火冲散被俘的士兵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便会不顾一切地遣返归队。3月3号，日本第5师团派出小股部队向滩头发起了试探性进攻。庞炳勋部署在这里的2个团，仅仅守了1天，便悄然后撤。这就是老手过招，不会一上来就拼命，而是先摸清敌情，探查对方的装备和战术特点，为后续行动谋划对策。次日，板垣果然派出5000多人向颐和一带发起猛攻。庞炳勋的几个团能打不能打的均一字排开，和日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。奈何敌人火力太过凶猛，仅仅1天便丢掉了第2道防线。庞炳勋看似节节败退，实际上他把主力全部部署在了太平镇一带，也就是最后一道防线。前2道不过是试探性防线，以寻找日军的破绽，再予以反击。姜还是老的辣。3月5号凌晨2点，庞炳勋突然向日军发起了夜袭。措手不及的日军仓促应战，临时构筑的防线瞬间被击垮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，双方只能贴身搏杀。日军引以为傲的重型武器根本施展不开，装备轻武器的中国军队反而在近距离的白刃战中占尽优势。经过1夜的厮杀，庞炳勋成功将第5师团打退至汤头。身经百战的板垣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的钢军竟然会被一支杂牌军足足打退5公里，可谓颜面尽失。撞了南墙的板垣才意识到庞炳勋远非一块软柿子。3月10号，2万日军倾巢出动，并投入了8辆坦克、6架飞机，向临沂的主阵地发起了全面猛攻。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，短短3天时间，庞炳勋苦心经营了一生的兄弟家当便已折损大半。眼看临沂即将陷落，李宗仁立马派张自忠的西北军前去增援。庞炳勋一听，心顿时凉了半截。原来2人曾是师出同门的好兄弟，不想庞炳勋受蒋介石的收买，一度将张自忠置于死地。
两人自此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。眼见昔日的仇人即将全军覆没，张自忠却不计个人恩怨，急行上百公里，火速赶到临沂增援。3月13号晚上，张自忠借着夜色的掩护涉水过河，猛攻日军的侧翼。庞炳勋见势也顶足一口气，从正面发起了反扑，顾此失彼的日军顿时乱了阵脚。在这对昔日冤家的内外夹击下，日军损失惨重，非但没能攻入临沂，还被打退为汤头一带。随后中日两军形成对峙，仅有规模不大的交火。根据日方战报，日军在此役中一共阵亡了1400人，受伤5300人，中国军队的伤亡则在12000人左右。临沂一战虽是惨胜，却砍伤了日军的右臂，使左臂的第10师团孤军深入，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当时池奉辰率领着8000西北军负责坚守台儿庄，他们的重火力虽然不多，却善使大刀，所以守城而闻名。从战略上，李宗仁只希望池奉辰能尽量拖住日军，再让装备精良的汤恩伯从侧背包抄收网。然而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，谁又知道这次会不会重蹈藤县的覆辙？1938年3月24号，日本第10师团先派出一支1000人左右的步兵大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。别看人不多，但坦克大炮应有尽有，实际战斗力堪比中方的一个军。面对钢铁洪流的碾压，西北军以血肉之躯苦战11天，但还是被日军攻占了3/4的城池。眼看胜败就在一线之间，双方开始不断的增派兵力，在台儿庄展开了一场极为惨烈的巷战。这座小城的独特之处在于上千间房屋均由石头垒成，每座房子都宛如一座小型碉堡，每一个街角都可能是致命的伏击点。在狭窄逼仄的街道里，日军引以为傲的重武器失去了施展空间，装备简陋的西北军反倒在近战中占据了优势。手拿大刀的他们神出鬼没，常常能对敌人发起致命的偷袭，尤其是手榴弹对清除房屋据点具有极大的威力。据统计，中国军队在此役中一共投掷了30万枚手榴弹，堆积的弹壳高达10厘米。虽然日军占据了大半城池，但池奉辰仍凭着近战优势死守在南关一带，成功击退了日军的4次猛攻。不过人都是肉做的，不是铁打的，在日军绝对的优势火力下，池奉辰已伤亡大半，将士们精疲力竭，基本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。池奉辰很想给西北军留点种，但上峰孙连仲告诉他，兄弟们填完了你去填，你填完了我再来填。池奉辰沉默片刻后，下令炸毁了运河上唯一的浮桥。自此中国军队再也没有任何退路，唯有和台儿庄共存亡。此刻池奉辰唯一的希望就是援军的到来。战前上峰曾告诉他只用守3天，但一个又一个的3天过去了，说好的汤恩伯依旧没有来。李宗仁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认为汤恩伯故意姗姗来迟，好借日本人的手来铲除地方军阀，以坐收渔翁之利。但以当时的战争态势来说，汤恩伯非但没有这个心，反而以一招移形换步扭转了整个局势，堪称神来之笔。首先按照李宗仁的战略，台儿庄犹如一个巧妙的口袋阵，由池奉辰做袋底，把日军吸进来，汤恩伯再负责扎袋口。这一招相当考技术，若是扎早了，敌人还没全部陷进来就溜了；若是扎晚了，袋底有可能被敌人捅破了，所以扎口袋的时机尤为关键。自藤县战役后，汤恩伯先把最强的52军抽出来防卫津浦铁路，这一招相当精妙，既让第10师团不敢从侧面包抄，使台儿庄避免了腹背之患，同时也保证了徐州能源源不断地往前线运送兵力物资。接着汤恩伯便带着大部队遁入山区打游击去了，别说日军，就连李宗仁都摸不清他的行踪。正是这一招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给日军有了后顾之忧，一直不敢在台儿庄全力一搏。3月31号，台儿庄即将城破时，汤恩伯终于从山里跑出来，开始向台儿庄挺进。结果刚到兰陵一带，就撞上了日本第5师团的坂本顺旅团。要知道临沂战只是击退了第5师团，击退不等于击溃，第5师团仍有足够的实力卷土重来。不过日军的回马枪并没有指向庞炳勋，而是派坂本顺绕开临沂，直接向台儿庄增援。让池奉辰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
汤恩伯突然人间蒸发了，连上峰都联系不上他。这就好比你开团的时候，李白突然掉线了。若汤恩伯真的见死不救，那坂本顺将长驱直入，与第10师团会师一处，到时台儿庄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当将士们破口大骂的时候，殊不知汤恩伯自己也险些被日军包了饺子。当时他刚和坂本顺交上火，第10师团就派了一支精锐从侧面杀过来，瞬间对汤恩伯形成了合围之势。这就好比你正拿一个口袋去套日军，结果对方又反手拿了一个更大的口袋来套你。面对险境，汤恩伯并不恋战，立马移形换步退回了山区。他不是逃，而是要酝酿着时机，重新扎个更大的口袋。正如《孙子兵法》所言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一个优秀的将领必须要懂得因地制宜，随机应变。如果事事都要向领导请示汇报，恐怕早挂了。4月6号，当袋底的赤峰城即将被日军捅破时，消失的汤恩伯突然从后方杀了出来。狡猾的坂本顺似乎嗅到了什么味道，提前1天就撤回了临沂。更关键的是，他连自己的友军第10师团都没透露半个字。4月7号，在中国军队的前后夹击下，日本第10师团全线崩溃，如丧家之犬纷纷抱头鼠窜。据统计，在历时15天的台儿庄战役中，日军的伤亡高达12000人，丢弃的物资战车更是不计其数。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海外遭受的第一次惨败，更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捷。而中国军队也为此付出了24000人的伤亡代价。坚守台儿庄的赤峰城8000名弟兄最后只剩下了1400人。战役结束后，他拿起一块雨布，默默地走到硝烟中，把弟兄们的残肢断臂一块块地捡起来，小心翼翼地包好。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，修我甲兵，与子偕行。此时此刻，他只想带他们回家。